来，我们大家来看看呢，最近的国际新闻的焦点应该是这两国互轰哦，柬埔寨跟泰国又交火了。观众朋友，这是来自于泰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最新报道，今天凌晨2点、3点跟5点哦。在这两国的边境又听到很多次的炮击声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包括检方的部队清晨逼近了泰国防线，随后就开始开火了。那泰军当然反击啦哦，所以两边一来一往，对于平民来说造成很大的伤亡。你可以看到呢这个画面哦，观众朋友来看一下，请导播也让我们看，这是来自于泰国村庄爆炸的画面。这个冲突呢，造成了数十名平民百姓的生命的损失，炮击声不断呐，哦，那有一些建筑物也被砸的、被炸的稀巴烂，有民众呢，很紧张。那当然，有些人可以躲，或者是有些人可以开车逃跑，可是更多的人哦，只能随地哦找掩蔽物，甚至有一些大的水管，他们都躲进去了。那也有消防人员在救火，拿着水线哦，在某种程度在希望这个火势不要再扩大。那当然，这两国的这个局势的升级啊，国际间也都在密切的关注，尤其是中国跟美国也都发出了一些所谓的声音。我们先来看看，目前泰国军队呢说已经攻入了柬埔寨境内，占领了这个所谓的古刹博威下寺哦。这个古庙应该是这个两国争夺的开端哦，跟冲突的开端。那这个泰国军队说我已经开进去了，我已经占领它了。而另外我们看到泰国的无人机也去袭击了柬埔寨军火库，所以你可以看到一片火海哦，这是用现代的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做的事情。柬埔寨呢就说，你泰军啊使用集束弹药哦，这个是不允许的，你怎么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呢？哦，两边其实都在谴责对方。那升级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泰军看起来它比较出动比较正规军啦 ，F-16战机2次哦，昨天跟今天2轮的空袭，总共出动了6个架次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包括泰国还有柬埔寨的这个纷扰，也牵动了两国政治情势的发展。在这个冲突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讯息出来说，柬埔寨的前总理洪森啊已经落跑了，他坐着他的私人飞机啊跑去中国大陆了。结果呢，昨天下午我们就看到洪森，他就立刻公开了这张照片，他说没有，我哪有搭私人飞机逃走啊，并没有哦，说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谎言哦，想要这个来扰乱哦，或者是一个这个认知作战。洪森就讲，我没有逃到任何地方去，请所有同胞不用担心。那另外呢，泰国的第2军区司令啊，还说3天就要把我们柬埔寨给攻下，我要来看看他所谓的3日王检这个战略到底是什么哦。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战事啊，如果说要升级的话，的确就在他们的一念之间。而我们看到前一阵子的国际新闻是泰国的前总理这位女性，年轻的女性被东单，那个时候不是喊洪森叔叔安口吗？哦，讲的就是一些边境的一些电信警察，还有电信的一些诈赌的一些东西，是不是要把它给歼灭哦？那后来他的录音被这个出卖了哦，所以现在被东单含泪谴责柬埔寨，说你怎么可以炮轰我们泰国的平民呢？这2天的交火啊，到底有没有可能局势稳定下来呢？中国大陆发声了，中国大陆的这个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就说，中国正在为双方之间的沟通发挥斡旋作用，希望局势能够很快的稳定下来。而两边的实力谁比较大，谁比较强，谁比较弱呢？我们看到柬埔寨他对泰国强硬，可是有专家说他只能靠中国撑场。你看他的这个年度的金龙军演规模年年在扩大，可是军演的画面也不乏柬国士兵还是拿着比较老式的 AK 步枪，还有呢基础的通信装备看起来也不够，凸显了中柬之间军事差距啊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柬埔寨对外的政策是高度倾向中国大陆的，把主权安全跟军事保障寄托于北京，所以基本上它是小兵国靠大哥，靠的就是中国大陆。那这一场冲突呢，有一位前美国海军的陆战队就讲说，这是有如巨大的美国阴谋，
这是分而治之哦。他的意思是说，美国在后头可能扮演的一定的角色啊，因为他认为东南亚紧张局势的升级可能会破坏这个地区的稳定，还有减缓经济团结，这样可以符合美国的利益哦。这是来自于贝莱蒂奇他的分析，是真的吗？来请教赖老师。发生在博威夏这个千年古寺啊，这个千年古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通过的世界文化遗产，很宝贵，很重要，不应该去伤害它。但是它是坐落在柬埔寨境内。那既然坐落在柬埔寨境内，所以是但是它有一条公路，刚好就是一个有点像 V 型一样，就是泰国可以进入柬埔寨，然后再出柬埔寨回到泰国这样的一条公路。那彼此之间有争议的面积只有4.6平方公里，并不大。在10几年前，也就是2011年的时候，双方也发生过这种冲突，打了4次的，就是交火了4次。到底有多少人伤亡呢？那么对方都说对方伤的比较大，那都不太肯公布自己的伤亡数，所以一般估计双方一方可能是20-30个人死亡跟受伤，另外一个是30-40个人死亡跟受伤。最后是谁来调停呢？印尼。那也就是说13年前是印尼，因为印尼是东盟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影响力也是比较大，所以最终由印尼来调停成功，然后彼此之间各自争议暂时停火。可是隔了4年以后，怎么突然间又爆发了？所以国际阴谋论当然就出来了。那当然有人认为是 CIA， 可是目前来讲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说是 CIA 的痕迹我觉得这个目前都是一个臆测。但是有2个部门已经开始在做动作了。第一个部门就是东盟的轮值国主席马来西亚的总理安华，那么他已经开始在斡旋了，他也希望说双方克制一下，不要把事态再闹大。另外一方面就是已经提交到联合国，联合国的安理会今天会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目前我们的观察是这样的，10几年后的东盟，中国大陆对于泰国、对于柬埔寨、对于老挝等，甚至对于缅甸、马来西亚，它的影响力，甚至越南它的影响力都跟10几年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巨大。但是大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都只劝双方要克制，双方要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积极的介入来斡旋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弄清楚这个冲突的导火线是怎么来的。因为冲突是来自于5月28号，5月28号突然间双方就有一个零星的开火，这个开火柬埔寨死了一个士兵。那为什么？因为您知道双方的边界线都有自己的巡逻路线，柬埔寨有柬埔寨的巡逻路线，泰国有泰国的巡逻路线，他们不会是相对的，是各走各区域，然后有一条边界线，所以通常会有一段的缓冲区。我去看过一些国家不同的边界线，他们的边界线里面有的是用大自然的，例如说河谷，有的是用山脉，但是呢，双方的临界点都会往后退一点，然后有隔一个都会建一些栅栏然后有一些道路公路彼此之间在那边巡逻。那如果说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路线巡逻，我想这个就相安无事。可是如果你改变你的巡逻路线呢？那你改变巡逻路线，对方可能就会判读说你为什么改变，那可能告诉你说不可以，而你不理会的话，可能就爆发冲突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讲都在于收集情报，大陆那边应该在积极的收集政治跟军事情报，就是5月28号那一天谁先改变巡逻路线爆发的冲突，改变者那就是有意思了。那不管是如果是柬埔寨，那就是柬埔寨后面他在盘算什么，如果是泰国这边，那泰国在盘算什么，所以要先调查。我觉得要先调查，对，才可以知道责任到底归在哪里。来请教舰长。我们看到很多国家的边界冲突其实都应该上溯到第2次世界大战。
那或者是上一次的战争结束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讲到这些原来的殖民国家离开之后，它是怎么样画这个界限？刚刚赖老师有特别提到这个博威下寺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这个位置啊是泰国，下面这个地方是柬埔寨，我们看到没有？它的那个边界线非常的直，只要是非常直的，不是有这个天然国界的，其实都是人为画出来的。人为画出来的，其实有非常多这些帝国主义的心理的小心思，它就是要让你这个地方一直停留在战火平人之下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就下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一小块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博威下寺。那博威下寺其实就是这个地方啊。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它其实是始建于公元9世纪啊，然后它历经了200年，然后它才建构完成。那也就是主体建筑物在11世纪完成。但是啊，它这个我们看到泰国跟柬埔寨他们怎么为界呢？其实就是这一条红线为界啊。那这一条红线，那其实它是一个，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古刹是一个整体的建筑，为什么画在这里？那就是当初法国人干的好事啊。那我们来看哦，现在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国际法庭啊，它的裁决的结果，因为这件事情已经不是1天2天的事了。那裁决的结果就是维持刚刚那条线，维持刚刚那条线呢，其实各有各的不满，因为大家都认为博威下寺是自己的。所以两国一直为了这个地方呢，其实一直有一些小小的冲突。那至于这两国的军力来讲，我们不要讲别的，我们看空军就好了。那这个是啊，我们看到这个柬埔寨的空军啊，它的空军呢，其实这一架的其实它应该不能称为战机啊，它其实是个教练机。那而它只能应付低冲突而已，它是在1971年它开始制造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后面有一个柬埔寨它的一个国徽。那但是我们看到下面这一架飞机是现在泰国最先进的战机，也就是 4.5 代的战机。上面这个第2代大概都不算了。那下面这个已经是 4.5 代的战机，也就是跟我们台湾现在用的 F-16那个 Viper 其实是同一个等级的。那其实我们看到它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所以我们看到开战的第一时间呢，虽然我们看到这个柬埔寨它立刻动用了这个BM-21，这个也是很古早的这种火箭啊，它最多只能打到30到45公里而已。那造成了这一个超商的一个被炸毁，然后其实死伤人数12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啊，也就是这个地区冲突原来只是领导人之间，那现在已经变成到了军方。那再怎么样的蔓延呢？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已经站出来了，相信很快就可以结束，就会平息了。对，来，董哥，柬埔寨其实国人对他已经不陌生了，因为他是诈骗集团最多的地方嘛。很多台湾人进入了柬埔寨是什么经济？他们从泰国进去，人家把你骗去泰国，你想泰国也不是很落后，柬埔寨你可能会毛毛的，或者缅甸你会觉得有点不踏实。进入泰国不会，大家都去泰国玩啊，结果泰国车子开一开就进入了柬埔寨，好容易哦。你看诈团就是这样，那表示他们的边界那边其实非常接近，而且非常松懈。犯罪的时候就是沆瀣一气啊。柬埔寨今年另外一个最让大家震惊了，川普跟他课49%，全世界最高的关税。后来当然有去谈了那谈当然也可以看到川普他的用意在什么，把东南亚这些国家，你中国大陆如果有产品那边他认为你是习产地进入美国，我当然要跟你课高关税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各个击破东协的一个手法。好，那为什么泰国跟柬埔寨？他们那时候在打击诈骗集团的时候，是由中国大陆派武警进去领导的，领导5个国家，然后就是1个礼拜可以抓好几千人可以看到那时候的霹雳行动啊。但是这回其实它里面有个很复杂的因素，这复杂因素就是我们知道柬埔寨本来是洪森章在当总理，他交给他儿子洪马内，那洪森跟
贝东丹就是原来总理泰国总理的爸爸也是好朋友，塔信嘛，塔信现在还是泰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那他们那时候有一些两边有一些冲突，就是刚赖老师所讲的，今年5月两边小冲突，结果一个柬埔寨士兵被打死了，你死了人，问题就比较大了嘛。那大了以后，后来2个边境就紧张了，结果泰国又有6个兵在那边被炸伤，有2个腿还被炸断锯掉了，所以大家讲说，哇，怎么是这样的冲突？那贝东丹因为他接他爸爸的塔信，大家知道塔信影响力，塔信不做的时候流亡海外。他妹妹赢了他当总理，现在是他女儿贝东丹当总理，虽然现在停职嘛，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了，他是一个怎么样情面，他就打给打给洪森，就说叔叔怎么样，结果他被出卖了，他就说认为说军方可能有意在这边做挑衅，他会来处理，这些东西都被录音，然后播放出来，他被洪森出卖了。那大家就觉得不可接受，我们泰国怎么我们的总理对对方这么软弱，所以就有很多议员就联署请宪法法庭把他停职，这就是目前的构成。但是他没有离开内阁，他现在还在当文化部长。那我讲这个你就知道，其实你在这样的地方，它非常敏感。泰国是我们认定比较安全的地方，柬埔寨是比较不安全。但是不论如何，如果东南亚这边再打起来的话，你现在世界上有几场战争，俄乌。以色列再加上走廊的暴行，然后再加上这里，那不得了了。这些其实跟台湾都有一些相关的影响，大家一定要留意它未来的发展。是没有错，这个什么都跟我们台湾可能都有息息相关的牵绊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关税川普前一阵子不是跟日本已经达成了贸易协定吗？吃了人家豆腐，得了便宜还卖乖。你看看他怎么讲，他说：“哎呀，日本这个答应我投资5500亿美元呐，这个是签约奖金所以他很乖啦我给他15%的关税川普就说大家可以一样画葫芦啊，你开放，你各国你们都用钱来换低关税这是土匪还是强盗啊？得了便宜还卖乖他说日本基本上用钱买低的关税利率，我也开放其他国家用钱换低关税，他是在跟我们喊话吗？因为台湾现在的关税还没有公布嘛。你看看其他国家某种程度也是只能跪拜。像是澳洲，他对美国释放出善意，放宽美牛进口。澳洲自己已经有很多牛啦，可是他还要放宽美牛进口呢。他想要干嘛呢？向美方争取下调这个50%的钢铝的关税并且希望可以阻止川普政府对药品的征收因为已经放话了200%，很可怕。所以我们看到呢，包括这个澳洲，接下来是所谓的欧盟。欧盟也希望透过协议避免川普征30%的高关税所以呢，这些外交官私底下某种程度也是敢怒不敢言，就说这个协议就跟敲诈勒索一样根本是强盗土匪嘛。我们再来看看呢，在北京发生什么事情？欧盟的这些官员到北京去见了习近平，有一场中欧的高峰会议包括你看到的冯德莱恩还有科斯塔都跟习近平握手了那这个所谓习近平呢，他也喊话说大家要互相尊重所以欧洲跟中国在贸易方面慢慢解冻了吗？要开始更紧密的合作了吗？你看到这样的标题，习近平跟欧盟的领导人亲密手挽手，北京这一波笑脸攻势非比寻常我们必须讲这个北京展现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很积极的姿态，因为前不久欧盟取消了这一次的领导人的高峰会的这个高官经贸会谈，然后王毅就飞到了欧洲访问，然后呢就是为了这一场所谓的高峰会做准备所以你看到的今天的结果是这样大家手牵着手，笑脸盈盈那习近平说中欧都是国际社会的大个子都是巨腕所以他很直白的提出，当前欧洲面临的挑战不是来自中国中国也不断在提醒欧盟，在面对美国退一步就会有中国的胡萝卜因为美国拿的是棍子，那中国拿的是胡萝卜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外交上面的高峰高来高去。冯德莱恩怎么讲？他说欧盟跟中国已经同意升级稀土出口机制，
欧洲也很希望中国放宽稀土，所以未来会怎么样来做一个巧妙的一个调整呢？所以这个升级版的供应链支持机制可以立刻检查，并且解决已经发生的问题或者是争议，看起来很模糊，可是中间就是有弹性有弹性。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的欧盟商会怎么讲？他说，欧洲跨国企业日益依赖中国，以维持竞争力。这是中国欧盟商会的主席晏慈讲的。他说，为了最具吸引力的价格提供最优质的产品企业必须而且很自然的需要在最能够以合理价格取得高品质零件的地方采购。其实他表达的非常的直白了，因为中国大陆它有一些比较 CP 值高的零件，并且它有很大的内需市场。我们看到中国的 GDP 1000亿人民币的县城去年增加到62个了。这个是来自于2020年中国县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的数据，已经显示了。而在一些包括这个网络上面，像是这个全球第一网红，据说他的这个网络上面的吸引的粉丝有4.15亿 Mr. Beast。他现在要开放了一个中国网络平台，他也要去中国大陆讲白了赚钱吸引更多的以华语来作为主要语言的用户来看他的 YouTube， 来看他的影片那他据说他的影片内容是以撒钱加挑战的模式著称，我是没有看过啦，可是可能有很多人喜欢看。那另外我们看到央视的报道，这是中国大陆的央视说，6月份中国大陆对美国3大主要能源进口现在近乎零，这是受到了关税战的影响。来请教赖老师。美国这个本来我们全世界的关税都是谈出来的嘛，一方面是 WTO 的规定，二方面是我们都是谈出来的，所以是你情我愿，大家谈出这样的一个关税。那我们假设过去美国跟日本的关税大概在2.7%左右，川普突然间把它升高到26.7%，然后又说谈判不顺利，再增加到25.7%，都总共加起来是27.7%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就说好，你给我5500亿美元，我就降到17.7%，那还是比以前的2.7%多了15%啊。所以你一方面你的关税还是多征收了，你除了多征收关税以外，你还不准对方反击，你还要对方拿出5500亿美元干干净净的钱到美国去投资，投资完了以后而且还规定你5大领域，造船业啦、半导体啦、制药啦等等，还规定你5大领域就是美国最缺的那5大领域。那为什么美国最缺的这5大领域呢？那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强项。如果中国大陆不再给美国要，美国就每一年每一天要死不知道多少人。现在是卡稀土，明天如果卡你的抗生素，卡你的止痛药，你美国人根本就活不下去。坦白讲就这么简单，只是说因为这个是人道的问题，所以还没有到这么严重。可是如果你美国对中国大陆已经做到他受不了了，那当然他一卡你药，你美国根本一筹莫展。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太多东西可以卡了。所以中国大陆可以卡美国的东西，不是只有稀土，太多了。随便我一算都5个指头，都可以算得出来。而且是每一个东西都是要美国命的。也就是因为这样，美国人才不敢跟中国大陆真的硬碰硬。好，那他就欺负日本人了。那请问一下，要买波音100架，这第一个。第二个，要你日本人拿出5500亿美元给美国人去投资，投资完了以后，如果赚了钱，美国人收90%的利润，剩下10%才给日本。那我想请问一下观众朋友，哪一个企业家要投资？没有一个日本的企业家要投资啊，没有一个日本的这个基金他敢投资啊。那我们叫孙正义当初不是就是你说要投资到美国4000亿美元吗？就是你给川普这个点子啊，你去募资，你去美国投资，然后你再让美国人抽90%的利益，你试看看。孙正义应该也不会同意吧？那不是，那你这孙正义就是等于是出卖日本人的人是啊，这很糟糕哎。来，我们进一下广告。他是韩国人啊。
好，我们看到北京的中欧峰会看起来破冰了，中欧之间。因为我们知道，在川普这波关税里面啊，中国大陆跟欧盟都是最主要的对象。但中国大陆的底子比较厚，因为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大市场。那它这些年来的“一带一路”也有相当大的规模。那欧盟是从来被川普认为说，这几十年来都占尽美国的便宜，连你这边要防卫都要我们跟你在北约那边做一些相关的领导跟付出。所以川普对欧盟不假辞色。那在这个欧盟尝到非常高的苦头从钢啦、铝啦，关税50、25，每天跟你乱喊价，喊到欧盟完全受不了，完全不晓得该怎么办。那他们随便派范斯副总统就去呛欧盟，在上面开骂，你们的国防怎么没有到5%？他们很多国家不到2%。北约的这些国家不到2%，对美国来讲是很大负担嘛。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很多人认为说应该有机会跟中国大陆。那他们先前对中国大陆其实没有那么友善。比如说那时候的电动车，那个嘴脸，他们要求中国的电动车必须把电池的配方交出来，才可以在欧盟里面是不是？对，那是很无耻的一个提议啊。那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说，当你成为过去一个压迫者，现在发现说自己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他们现在愿意跟中国大陆愿意有更多的一些亲近。那这亲近，如果中国大陆对稀土的管制又更严格，它的受害比美国更严重。因为欧洲很多国家都是靠汽车的，对不对？那汽车没有这些你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川普虽然很压霸的用各种关税来对付各国，但是其实也开启了一个世界在重整，让很多国家可以说，我可以在挑选哪些人做朋友，我们不要一股脑全部到美国。现在全世界吃足美国的苦头，就是因为过去都太依赖美国，让美国为所欲为。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舰长。我们先从日本的这个教训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的后果。那日本呢，他被要求了那么多，结果还被川普吃豆腐。川普说这个是签约奖金5500亿啊，他说这个不是贷款，贷款是要还的。那这5500亿是不还的吗？那如果是不还，那日本可能他可以承受得住。那未来川普会对台湾要求多少呢？那另外还有中国大陆不买的，或者是延后交货的这个波音，那现在就变成其他国家通通要来把它这个吞下去。那还有军购的部分，那这些都是日本所跟川普进行这个交涉之后得到的后果但是我们的财经国师谢金河先生他怎么说他说台湾不必太坚持可能要对美国零关税，然后才能得到好的税率那这个真的我们可以这样接受吗？我们看一看现在其实在中部的这些精密机械，他们原来就是2%到5%的这个税率，结果提升了25%，现在就等于是27%到30%的税率。如果再加上台币升值，这些产业都活不下去了。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国际政治专家赖月仙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知道南部现在灾区其实很多地方都还没有修复。那1万块钱的普发现金政策，现在看起来卡关了。我们来看看一些街访南部民众的心声是什么。就5万了啦，有还无欠的，欠足济哦。我哋只下先生，3亿而家面试都唔敢。哦，穷哦，穷死了。你们应该不欠这几百块钱啊？也动用，把1万块发出来就好。好，有钱谁不拿呢？这是很多民众的心声，尤其你很难知道我们角落里头方方面面很多老百姓很缺这1万块，一家4口人就是4万块，可以应急呀。
我们来看这个状况，现在又有台风要来了，现在3台共舞。南部居民心慌慌啊！你看到范斯高台风的 AI 云图曝光了，专家就讲了，今天雨是炸我们北部，包括宜兰这个地方，明天换哪里？中南部，而中南部呢，这个雨势一下下来还得了？包括你看到被帆布来盖屋顶的嘉义啊、台南这一带，现在淤泥淤沙哦，也有网友就讲说他自己看到山谷那边电线杆倒整条路的，很难想象。政府灾后那么久都还没有收拾好，这是灾后第18天呐。那这是丹纳斯台风，你可以看到呢，好多地方像是电线杆都还有点垂，那屋顶啊随处可见都是用帆布暂时盖着而已。如果再来一个3台共办效应，无法想象这些灾民到底要躲到哪里去，会有多大的灾害。所以有些年轻朋友在网络上有一些创作，我们来看看。中途先生，你还记得台南7年时常风光下的转正中央，说什么绿南未来希望，结果台风一来，满街飞光板，秒到水淹电线断，这是进步还是笑话一串？别再甩锅说是对岸，这里烂掉是你搞砸的灾难。万一又再选政治变综艺连环撇，你说你民主，那我说 no， 我不是臣民，也不演这出。好，这是 AI 制作的反罢免的歌曲哦，你可以看到在网络上现在很多人都在流传哦，年轻朋友用自己的创意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他们也问政府你到底为灾民做了什么？包括你看到呢罢免，那当然是仇恨动员，有一些人动得很用力，可能他们在想的是补选，这一区的人下来了，我就有机会上去了。赖品妤他发文了哦，他说罢免是爱，民主的常态不只是一张选票让谁当选，讲了一大堆哦。可是你所谓的大罢免大成功，是不是也在想着自己的利益呢？有人下来了，你就可以再去补选了吗？我们看到包括光电，包括能源政策的错误造成多大的伤害，对我们台湾这块土地。新温光电厂在嘉义布袋哦，你看到打捞破损的矽晶板。这是灾后16天呐，还在赶工处理哦。你可以看到呢，这是有朋友拍到的，这个灾损堆积如小山丘，货车一车一车的载满毁损的浮板，还有矽晶板。我们的环境部部长跟我们说啊，这没有毒啦，不会污染环境啦，真的吗？我们该相信吗？罢免投票倒数1天，我们看到我们土地被污染，你还投得下去吗？那当然哦，你自己心中有自己的定见哦，你要看清楚这个政府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曹兴诚昨天在凯道哦，号召这些罢团来集结催票，他说罢免是爱台跟卖台的对决，我同意啊。到底谁爱台哦？这件事情你可能要想得更清楚了。曹兴诚就讲了啦他跟沈伯洋现在是中共最恨的2个人，凡是骂我们的就是亲共卖台，甘安呢？真的吗？骂你的就是亲共卖台的吗？这个标准谁定的？你定的哦。好，我们来看林非凡也出来了，他说要出门投票哦，要守着这个小小多山的国家，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套路，一个模组了哦。现在在脆啊哦，在各个 social media 都看到很多人在传这个事情哦。那用温情的，用文艺腔的哦，用这样文青式的语言有没有用？明天就知道了。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罢团的发言人就说：“哎呦，去过中国就不能反共吗？因为这位小姐哦，姓刘的刘小姐哦，她是这个铲除黑心的所谓罢团的发言人啊，就有人给她起底说：哎，你过去在中国大陆赚钱呐，工作啊，你现在怎么讲人家是中共同路人啊？你自己要不要清查一下，也稍微自清一下？然后他就说：我自己在中国工作啦，所以才知道中共的可怕啦，哈。”那话都给你讲就好了啊！我们是要相信谁呢？当然要相信自己。来，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赖清德总统在做什么。现在他在接见索马利兰的外长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倡议，说非红海岸线战略的目标可是所谓非红海岸线又是什么呢？是自创的吗？我们知道索马利兰那附近外海有很多的海盗那所以呢，台索双边签署台索海巡合作协定
赖清德说，希望跟美国跟理念相同的国家透过3边或多边的合作平台来实现这个所谓的非红海岸线的目标。可是，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看过去的一些事实和现实好了。中国大陆在亚丁湾这里护渔已经17年了，从2008年就开始了。包括我们台湾其实有一些渔船遭到劫难的时候也受过帮助必须这么讲，该给人家的 credit 还是要给。来看一下2010年的时候，台湾稳发161号渔船付美金赎金给海盗之后平安脱困。那中国海军有提供一些协助，包括伙食还有油料那另外你看到呢，这是过去的新闻，稳发号这个还跑去北京感谢护航。那还有在这个包括最近有台船，我们台湾的这个渔船叫日大展号，今年5月的时候从新加坡回到台湾的途中在马六甲海峡也出现了状况，机械故障。结果中国大陆的远洋渔船顺行9号也来帮忙这个在海上就是这样互相帮助嘛什么叫非红海岸线？这个东西是要排除中国吗？就说你中国大陆的船啊，这个都不能靠近吗？那我们如果发生不好的事情，也不能求助吗？这个大家看不懂来，董哥，其实大家对于这一波的台风来就觉得说好像没有那么大，虽然3台，但是好像不会进来。可是你要想想南部的这些民众，我们还有1000多户的老百姓没有屋顶那他没有大台风没有来，可是他大雨有来啊。这2天在台北大家看到了，这个雨势就要往南部走了。所以我们发现政府现在全力在做什么？在做大罢免啊。他有心在救灾吗？他有出动国军吗？国军的汉光演习也结束了，该救灾也应该去救灾了，没有，不能事事都要找国军了这是我们看到政府的嘴脸了。那其实在这次的灾难里面，你看到赖清德在台南市的神话都破灭了。过去吹牛吹得多厉害，过去说三爷公司30年整治不成，我3年就把它做好了将来不会淹水。大家看到赖清德的神话在这里破灭了。你也看到这里的治安到了什么模样，都是光电板之争对不对？大家也记得去年7月8号议会理事长林世杰被枪杀，到现在没有下文，也没新闻，通通都没有。大家看到是一个台湾现在的这副模样吗？但是民进党全力还是在全力大罢免，他希望明天能够成功。赖清德只在想一件事情，在立法院过半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就是赖清德现在的想法。可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人这些带头的领头的这些都在中国大陆做生意包二奶对不对？曹金成说我跟沈伯洋是中国大陆最痛恨的人，是因为你们2个家族都在大陆赚很多钱然后都在大陆包二奶然后再回台湾再来说你在反中对不对？刘义文也一样你在大陆那么多年，中国官方媒体还天天称赞你，结果现在可以回来讲，哎呀我去过去过中国就不能反共，你不是去过去过很多人都去过，我也去过我们没有人像你在那边赚那么多钱然后赚回来好像来这边反中就表示自己都爱台那你把人家退的那些钱回去对不对？大家看得很清楚他还找民视来讲，民视在中国大陆赚多少钱出来讲，你的飞龙在天在那边赚多少钱，你捧红了贾静雯，三立在那边赚多少钱出来讲，三立过去还在那边拍那个旅游影片还找那个陈乔恩当主持人那请问你们在那边赚多少钱？你们接受过大陆多少人的帮助？各位大家看这嘴脸，这不是人应该有的嘛？我讲这个其实就是很简单，台湾人不管到哪里，我们都乐于结交各地的朋友，中国大陆一样，美国一样日本一样，大家都应该是一样，互相帮助，而不是用一个假装的仇恨的嘴脸来表示自己很爱台湾，然后别人只要跟你不一样就是卖台。你今天看到这些人的嘴脸就是这样，所以很气我们这场大罢免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我们这大罢免大家可以看到了，行政司法、考试监察都民进党掌控。赖清德唯一遗憾的就是立法院他不能为所欲为，他没有办法过半，对不对？他的大法官过不了，他觉得我就没办法。那大家看到这场罢免之战，它其实最简单的，它就是无耻
跟有耻的一个战争。它就是良善跟邪恶的战争。大家在看出最近有一个影片叫做《善良》，台湾的善良没有了，赖清德搞仇恨，曹兴诚、沈伯洋搞仇恨。这也是一个人跟禽兽的战争啊。人应该有人性啊，对不对？你到海上有难，人家来帮你啊，你还要看他是哪里人啊？他不会看嘛。是啊，因为人跟人就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不要讲人啊。我们看到一条海豚被网子缠了，我们都会想去帮忙。它是生命啊，我们人跟禽兽的战争不一样，就在这场的罢免里面。是，来谢谢董哥，来请教赖老师。志珍兄讲的话，我们内心里面颇有感触的啊，因为台湾原本是一个很良善的社会，淳朴啊，我们的民众彼此之间基本上是很包容的。但是我觉得台湾在这几年啊，意识形态的仇恨真的是弥漫了整个台湾，让台湾已经被扭曲到不像话了，也不像样了。我们看到台湾的这段时间基础建设落后了，经济困境很严重，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底层的人生活越来越辛苦，然后美国的关税搞得台湾啊七上八下的。那现在台风又不断的来的情形下，其实政府应该要专心的把台湾顾好，把老百姓的生活照顾好。但是我们却看到的就是他们在推动的就是这个大罢免。赖品妤说罢免是爱不对，因为人家已经当选了，你现在是因为输不起、不满，所以你要把人家推倒，这个是仇恨。那也就是说，你越推动罢免，你就越是在创造仇恨。你又说民主的常态啊，罢免不对。你看看欧美的国家，他们的民主走了100-200年了，可是我们很少看到有输不起的说要推动大罢免的。美国的政党常常出现，就是总统是民主党，国会是共和党，可是我没有看到民主党的总统要推动大罢免，把共和党的国会议员都罢免掉。假设今年、明年美国的国会选举，然后参众两院共和党失去了绝对多数，变成民主党，那请问一下，川普是不是也要学赖清德，把这个所有的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全部来一个大罢免？你试看看美国人敢不敢这样做，会不会这样做？为什么绝对不会这样做？那是因为那是违反民主潮流。台湾没有听过欧美的国家，所以赖品妤，你告诉我常态就是最常出现的案例，你告诉我哪一个欧美的国家，他们最常出现的案例就是不断的进行大罢免。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不够资格担任民意代表，你也不够资格再出来参选，因为你连政治的基本学问、基本理念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接受的。还有曹兴诚跟沈伯洋，我觉得你们还没有那么伟大，不要把自己抬得这么高，没有那么高，一直没有这么高。因为台湾的社会对你们两位的评断，公道自在人心，每个人的内心里面有一把尺，尤其是2300万人，他们内心中有一把公道的尺，他知道有谁啊抛弃过中华民国国籍，变成一个外国人，他知道抛弃中华民国国籍变成一个外国人，然后年老了以后再回过头来，大家都知道你不够资格来说你要守护台湾。那有一个人，他的爸爸一直在赚大陆人的钱，所以如果按照合理的推论来讲，他就是大陆人，他靠的喝大陆人的奶水长大的，因为他的爸爸从大陆人赚的钱把他养大，那他本身也不够资格来说那个他们就是爱台湾的。台湾的民进党的党员们，我真的是很男生女生我都诚心诚意的劝告你们，你们满嘴说你们要守护台湾，台湾的军队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需要人，麻烦你们把你们的孩子送到军队里面来，真正的用行为用行动用他的一生用他的努力来守护这个台湾。我至少守护台湾20几年嘛。
至少我们可以尊敬。我当军人当了是20几年嘛，至少我们所以尊敬麻烦你们也以跟我一样来守护这个台湾，你去当兵吧。对，来，我们这样讲啊，为什么南部人现在遇到了这个3台共舞会这么样的紧张？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啊，只是说不出口。也就是民进党政府呢，为了大罢免的这一个政治算计啊，任何人、任何地区都可以被无视，都可以被牺牲。那其实呢，我不愿意啊，拿出中国大陆他们在贵州榕江这边也约略是同一段时间，他们6月24也是发生洪灾，可是立刻解放军、武警、民兵全部开进榕城，结果等到他们7月14号离开的时候，街道非常干净，然后原来也是堆积如山的垃圾都清得干干净净。台湾不能吗？台湾以前也是如此啊，那现在为什么不这样？因为大罢免了。那坦白说啊，今天不站出来，你以后就站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检讨的是国民党的人，以后会不会检讨的就是你那些不够挺民进党的人呢？所以大家要认清这个事实啊。那当然，民进党不断的就是喜欢打擦边球。他们搞什么？搞索马利兰。索马利兰跟索马利亚是2个地方啊，不是同一个地方。这个淡黄色的是索马利亚，是海盗很多的地方。索马利兰在这里。索马利兰有什么？有很多海盗吗？并没有。为什么？不要忘了吉布地在旁边。吉布地也就是中国大陆驻海外现在唯一的一个海外基地。那他们的那个任何的，无论是驱逐舰或者是护卫舰，也就是我们台湾讲的巡防舰，都会回到这里来整补。那整个亚丁湾这个范围，其实在这里面待的最久的、出勤任务最多的，也就是解放军啊。那其实国军啊，在很早以前也有动过这个脑筋，不过因为补给线没办法拉那么长，所以后来就没有继续这么做了。那我给大家看的这艘小艇是什么？这一艘就是啊，那个我们所谓的跟索马利兰的那个海岸防卫队，这就是它的海岸防卫队啊。那它的小的船这么小，最大的船呢20尺，也就是这么大的船。那也就是这些都是在我们台湾这一个海巡署完全都是排不上趟的船。结果我们现在要跟这个国家说搞非红那个海岸线，其实这些人就是词穷，就是脑袋打铁。他们其实想讲的是非红产业链，编不出词来了，只好讲非红海岸线。非红海岸线。对，好。